好，讲儿第一名，你现在收看的是 Eric Vlog 的 Final Season Tokyo 的 Muigaka。那现在我的位置是在新丰州站的旁边，也就是这个鼎鼎大名的 TeamLab Planets Tokyo。那这边相信各大网美哦，或者是基本上大家只要有逛 Instagram 或者是 YouTube， 一定会看到这个算是视觉艺术馆相关的内容。那这一次我们来东京，终于有机会可以亲身体验到了，那我们就事不宜迟。赶快进去看看吧。刚从入口进入，第一件事就是被要求脱鞋子，理由嘛，看下去马上就知道了。本作品的原型是四国深山的瀑布，光线打在瀑布上，闪耀着光芒的水粒子飞落而下，好似在空间中描绘出线条，创造出由光粒子所构成的瀑布。在这个空间中，想要迈步向前走时，双脚就会往下沉陷。人在影响空间的同时，空间也在影响着人。下一个区域是无穷无尽的水晶宇宙。这件作品是透过累积光点所创造的立体作品，创作方式类似于点彩绘画，即用各种彩点绘制图像，是无限扩张的光之雕塑群。人们可以利用智慧型手机选择星星并投入，创造出立体物，继而由这些群体创造出作品空间。在空间中出现的星星之间互相影响，也会因为投入场所的人的存在而受到影响。这部作品因人们的存在而时时刻刻的创作着，并且永远都在不断的产生变化，而这个空间也因其的独特性，成为最常出现在短片中的场景。锦鲤在无限延伸的水里面畅游，人在水里走动，锦鲤会受到水中的人或其他锦鲤的影响，然后当锦鲤与人相撞时，会变成花朵四散而去。作品里的花朵在一年里会不断变化，绽放出当月该地区的花卉。受到人的影响而游动的锦鲤的轨迹，在水面上形成彩绘。作品不是预先录制的影像，也无法回放，而是根据电脑程式实时呈现的。观赏者与装置之间的互动会不断地给作品带来变化，之前出现的状态无法复制，也无法再现。这个空间里充满了光之球体，人们拨开球体并进入空间，随着颜色的不断改变，空间通过球的集合体在立体与平面之间反复变化。一年四季的花朵随着时间推移而花开花落，躺下或者坐下一段时间后，身体会仿佛漂浮在空中，和世界融为一体。花朵萌芽生长，含苞待放，花开凋零，枯萎死亡，不停地重复着花的轮回。作品是电脑程式实时绘制而成的，眼前这一瞬间的画面，错过就无法再看到了。这个庭园遍布着随着日出日落改变样态的弹状物，伴随着日出，弹状物会映射出周围的世界，在日落时则会自己发光，倒下时也会发出声音并自己站立。花朵填充成立体的花团，形成了花园。花朵会在人所在的位置漂浮上升，形成空间，因此人们可以在花团中自由地漫步。而在作品空间中与他人相遇时，
各自的空间会相互连接，形成一个新的空间。从馆中出来后，我们也点了这碗素食味噌拉面。这碗拉面汤底使用了燕麦奶和特制的味噌酱，配料有经过热橄榄油处理的蘑菇、番茄和青花菜等色彩缤纷且味道丰富的蔬菜，并在最后撒上了自制的由茶叶和山椒制成的茶盐。当然，以上是官方网站的说明。对我而言，这碗面只有3个字可以形容：超爆咸。如果不想洗肾，那个汤就别喝了吧。结束了 Team Lab Planets 的行程后，我们搭乘百合海鸥号离开丰州地区，沿途经过了台场地区，也见到了知名的 Tokyo Big Sight 和那仅限百合海鸥号才有的环形轨道设计。或许我们不久后还会见面，当然这些都是以后的事了。现在我来到的位置就是这个麻布台，这个阿扎布台 Hills。那现在在我后方这个超高大楼，就是目前全日本最高的大楼。没错，是大楼，不是建筑物哦。那建筑物还是大家熟悉的东京晴空塔，但是呢，作为办公大楼来讲，最新也是最高的，因为它2023年的11月才刚开幕哦。那也是我刚好在规划行程的。快结束时，我才刚好找到这个新的景点，那么我们就马上进去看看吧。上到了33楼的观景台，看出去的黄昏将近的景色真的是美不胜收。东京铁塔拍出来的角度更可说是完美。美中不足的就是，虽然在我去的当时是免费的，但现在想上去观景台可就得掏钱了。那在欣赏完从33楼高空看到东京的绝美景色，以及吃完午餐之后，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前往东京的其中一大副都心涩谷西布亚。不久后，我们来到了近期关注度非常高的涩谷车站周边，不论是在柯南的剧场版、我推的孩子，还是咒术回战，都能看到那标志性的路口和时刻播放的新闻和广告的大荧幕。希望石川友谊小姐没事。后来，我们也随着人群跨过斑马线，可说是近距离的体验了东京涩谷可怕的人潮和夜生活的丰富。我也终于亲眼看到了著名的109百货大楼。我们今天来到涩谷的目的，当然不只停留在地面，而是要登上西布亚スクランブル的最顶端，西布亚スカイ。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在社群媒体频繁出现的那个透明手扶梯。由于手扶梯并没有太多的照明，因此我们得以清晰地拍出这幅绝佳的东京夜景。得益于昏暗的屋顶环境，不论从哪个角度拍出去，拍摄者都仿佛没有隔阂的置身空中，360度无死角地观赏涩谷周边繁华的夜色。当然，从高空往下眺望涩谷路口的人潮也是一个震撼的体验。
我深刻地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和社畜们上班的辛劳。从顶楼下来后，还有一系列的视觉艺术在等着游客们。除了以大楼林立的东京为背景，这些艺术相信也是拍照的绝佳地点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在东京第4天的行程。如果想要看我们在东京吃的3家拉面的话，记得要去看美食调查局的日本东京篇。那我们今天刚好是圣诞节哦，虽然迟到了许久，但还是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